比特币多头正在走弱，29000块还有机会吗？我手头上还有一张空单，应该怎么操作呢？大家好，我是闭关修行的老刘。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盘面。其实如果你看到我昨天那支影片的话，我有说过比特币这个上周很大概率会收一个十字星嘛。那收十字星呢，意思就是说这一周啊，或者说上一周啊，其实是走得非常犹豫不决的嘛。毕竟它也来到了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价位，28500到29000块之间。那目前来看啊，上个礼拜其实是有这个受到这个压制的，以至于今天的时候盘面来了一波下跌。所以后续的盘面要怎么看？好，先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啦，其实我个人认为比特币会进入一个比较小幅度的下跌，或者是说它在31000块确认有压制之后，后续的盘面其实是蛮大概率会继续往下去做更深的试探的。毕竟呢，其实从周线来看的话，我个人会取这一段的斐波那契来看。好，开个磁铁，取斐波那契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一轮下跌反弹之后呢，是达到这个0.5的位置的很精准的达到这31800块左右。达到之后呢，目前是有遇阻回落的。如果我们说这个后续的盘面是要继续走强势的话，那它呢就应该在这一段反弹的时候要有延续的症状，或者是说这个礼拜如果要多头要继续能够延续的话，那它这一根 K 线呢，在这礼拜收盘的时候是要往上涨的，它才能去认为后续的盘面有机会去往更高的地方上攻。但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毕竟从周线级别来看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嘛，就是它这里呢是有一个趋势线压制的，然后呢目前来看是已经跌破了嘛。那跌破之后进入调整大概率是要继续走弱的，这也很符合了我们斐波那契回撤的这个看法嘛。达到50周之后就要开始下跌，并且是跌破这个趋势线了。所以后续我会认为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比特币的盘面有可能会是进入一个周线级别震荡偏空的一个行情毕竟呢它还是需要来一个回调。那回调确认这几个地方可能21000块甚至是更低的位置，比方说18000块左右这个位置能够企稳的话，那后续才会比较有机会去开启一个新一轮的趋势，或者是说来一个这个更强的多头趋势所以周线级别我认为啦，它应该会进入一个震荡偏空的一个行情。所以接下来我的布局大概率大多数都是会以一个空头思路为主的。那这点呢要从日线级别来看一下。日线级别其实我昨天也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它这里呢是收了一个平头顶的，或者是说走出了一个压制的，在28000块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是这个 K 线日线级别的 K 线的收盘其实28000块它是连实体都站不上去了，以至于呢在昨天我有强调嘛，如果它要继续上涨的话，它的这个条件是它要站上去28000块但是呢它好像所以说明显的已经失败了，以至于今天呢出现了一个跌幅还算不错的一个回落，大概也有将近目前1.57%。那对于1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来讲的话，算是还不错的跌幅啦。那后续呢，其实盘面我还是认为它有可能从日线级别呢，还是会走入一个开始啦，或者说开始要进入一个空头的趋势了。所以29000块有没有机会呢？其实对于我现在的立场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会是比较低因为28000块现在是形成一个比较强的压制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29000块才有机会呢？这要切到4小时级别来看好，日线级别我说了嘛，它现在是走入一个上涨之后的遇到压制嘛，所以后续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嘛，有可能或者说有可能应该说转入一个震荡偏空的一个下跌。好，那4小时级别呢，其实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在一个调整的区间它还是在一个调整的区间，没有走出一个很明确的走势。毕竟呢，其实我一直有强调这个通道嘛，那这个通道呢，其实在这个位置是即将来到进行第3次测试的。可是我认为如果通道在进行这个27100块在进行第3次测试的话，这个危险性是非常高的它很有可能会守不住就会跌破。所以我就会开始在一些关键的价位开始去布局做空了。好，接下来我会关注哪几个位置呢？第一个
我们如果把这个4小时当做一个箱体来看的话，或者说我们从1小时级别去切入的话，我会个人认为啦，目前现在这段走势它是没有交易的价值的，因为呢，它还是介于一个27,100块到28,000块左右的一个震荡嘛。从1小时级别放大来看的话，这一段下跌啊，我个人认为是还没有走完的。我个人认为是还没有走完的，所以我目前手上的多单呢，目前是正在观望当中的。我会去关注几个关键的价位来选择要不要去加仓或者是平仓。好，先说一下后续呢，如果要开启一个更强势的下跌的话，或者说如果我要选择做空的话，我一定会关注它踩到这个位置27,100块左右，一旦跌破，我就会右侧进入一笔空单。我就会直接去追入进去，因为它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啊。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啦，其实这边呢，短暂应该还要有一个支撑，因为它这一段快速下跌是带量的，它在一天之内短时间要来连续2次1小时级别的快速下跌的话，我认为这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今晚啦，去关注今晚它有没有机会跌到27,100块，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机会去企稳的。那短时间内可能还不会跌下去，要等到这个多几天有一些数据公布之后再一次给我砸下去了。好，这个地方呢，如果像我说的那样，它真的跌不下去的话，那它有做多的价值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因为呢，总体来说，虽然这个箱体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方去盘整的，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边呢是有受到蛮多次压制的，这个价位呢是很明显是上不去的。甚至于说现在价格要打下来了，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左侧想要去接一笔多单的话，我个人认为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这个利润空间是非常低的。即便说你把止损可能设置在26,900、26,800块的话，那这一段反弹只要不破这个28,000块的话，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它会慢慢的走入弱势，然后开始跌破的。当然啦，目前盘面还没有走出来，我不可能去左侧太过去判断这个盘面会怎么走。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它真的跌到27,100块的话，它去接多的这个价值就已经变低了。除非一种状况，就是呢，在12点左右，或者是今天半夜的时候快速的下插之后收了一根很长的针，然后是直接收上去了那这个地方呢，才有小时级别的这个做多的价值但是呢，它这么走的话，它就会有一点点像是这一段我昨天讲的这一段的15分钟级别我们切15分钟级别给大家感受一下。如果它真的这样走的话呢，它就会有像是这样的感觉放量的这个吞没，然后导致的这个反弹。可是呢，这反弹不一定会很高，或者说不一定会弹得很强势，这得取决于后市的这个怎么走但毕竟是这个走势是周六周日嘛，所以它走的不强势而且它也只是一个15分钟级别的一个短期看涨结构，所以呢，它不能突破也很正常了。那目前呢，我就去关注27,100块，它什么时候会跌破？如果跌破的话，我右侧会追多。那如果你说它还没有机会上29,000，这个是我们要另外一个关注的事情，就是我个人会倾向这边会连成一条线去关注呢，它后续有没有机会去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压制？那受到压制的话呢，它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能够突破的话，29,000块才有机会因为不能突破的话，目前来看虽然这个是还不成立的，或者说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上涨趋势线但是呢，它在前几个小时是有稍微得到一个缓缓的支撑的，所以我会后续关注这个地方呢，它什么时候，或者说它有没有机会拐头上去？那如果有的话呢，我还是不会去操作，或者是说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手头上才会介入一个我个人认为看涨机会会比较高的一支山寨币，那我待会会分享一下。好，所以接下来重点要关注的事情是27,100块嘛，那这个上方压力28,000呢，我个人会把它下移到大概在28,000到28,300左右，28,300块左右。那这个区间呢是短时间内1小时级别内的这个上方的压力那下方的支撑呢就在27,100块左右。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我个人今天做的一笔多单就是这个 Gala 呢，其实在1小时级别我个人认为它是短暂的跌完了，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左侧的进场
在这里呢，其实它是有一个XABCD 的完成价，一个蝙蝠的完成价大概在这里。那我们看到事情是啊，其实在这个小时的时候，它是有一根针插下去的。严格上来讲是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啦。它是有一根针插下去的。但是如果你是左侧进场的话呢，其实你大概率不会被止损的。毕竟呢，如果你是左侧进场的话，你止损一定是设在 X 点的下方嘛。那目前来讲是还没有插到的啦。后续呢，我就会去重点关注它有没有机会，它有没有可能会跌破这个低点0.01136左右。那如果跌破的话呢，就代表说这只蝙蝠啊，它还有可能会继续跌啦。那这边进场做多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我成本价大约在1354左右，是比较高的。当然呢，因为是比较高的关系，所以我个人是没有进到全部的仓位的，我只进了一小部分哦。如果后续呢，它能够跌到比方说1335，然后得到一个支撑的话，或者是说比方说1346左右，它有一个支撑作用的话，那我会考虑去加一部分的多单啦。那一旦实体跌破1336之后，我就开始进入观望了。但我止损呢，目前设置在0.1287，止盈呢，止盈呢我就会拉斐波那契回撤 CD 段。目前来看呢，就是在0.382左右的位置嘛，大概在1426左右，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目前来说呢，我这笔多单它是处在一个成本价附近啦，也没有任何的盈利。如果它可以下来的话，我大概会在1346左右去补一个仓，然后再去看后续的盘面怎么走。好，那这期影片内容到这边，如果各位对我的这个交易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所有的一手交易发布在我的 Discord 社区里面。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我的影片下方连结有我的 Discord 社区跟我的推特。那我们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了，记得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